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。有一个国外的粉丝朋友私信我，询问馄饨做法，他想在国外开一家馄饨店。刚好我有一个师弟，福建人，在海外发展，开了3家馄饨店，每家店的生意都异常火爆。即便是在疫情期间，外卖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外卖主要卖冰冻的馄饨和炸馄饨，他的店铺只卖4种馄饨，居然生意还那么好，一定有过人之处。今天我就把他的配方分享给大家。本视频分为5个部分：黑葱油的制作、肉馅的调配、高汤的熬制、馄饨的包法、碗底调料的配方。第一部分，黑葱油的制作。黑葱油其实就是葱油的一种升级版本，能让馄饨的味道直接上一个台阶。制作黑葱油所需的食材有：植物油270克、大葱100克、去皮大蒜30克、洋葱60克、去皮生姜30克、十三香2克。这里特别说明一下，生姜一定要去皮，否则做好的黑葱油容易发苦。最后是猪油30克，用来增香提味。这个猪油的比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准备完成后，我们将洋葱、生姜、大蒜、大葱一起倒入料理机里面搅碎备用。在量比较小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剁碎，但是要剁细一点。下一步，锅中倒入全部的植物油，再把猪油也倒进去，开小火慢慢加热。猪油融化后，温度也来到了120度，倒入搅碎的葱姜蒜末和洋葱末，保持小火慢慢的炸。炸的过程中要时不时的搅拌，避免它们糊底，让它们受热均匀。我们通过慢慢清炸的方式，把食物的香味充分融合进油里面，这是中餐最常用的一种萃取方式。制作花椒油、香料油也是同样的操作，中途会起泡沫没有关系，继续观察颜色，炸到它们微微焦黄，加入全部的十三香，再次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立刻关火，把葱油倒出来。我这里准备了一个不怕高温的硼砂玻璃碗，你也可以用瓷碗，普通玻璃碗遇到高温容易裂开。这时的颜色还没有那么黑，我们还需要加盖焖一下，这个葱油24小时后才会发黑。现在使用并不影响质量。制作黑葱油时一定要掌握火候，千万别炸糊了，炸糊了会发苦。利用余温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。第2节，肉馅的调配。我们开始制作馄饨的肉馅，肉馅的肥瘦比例为9瘦1肥，选择前腿肉或者梅花肉为最佳，也可以选择五花肉搭配瘦肉。馄饨的肉馅和饺子的肉馅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剁的比饺子的肉馅略微细一点。馄饨的肉馅需要煮熟后更有弹性，煮好后泡在汤汁里面，不需要咬一口就爆汁，剁成这样就可以了。下一步我们开始调馅，500克肉馅，加入一点盐，大约2克，加入点白胡椒粉，大约2克，加入1勺生抽，大约12克，加入1勺蚝油，大约15克，加入一点鸡精，大约1克，加入一点十三香，大约1.5克，然后把肉馅搅拌均匀备用。准备100克清水，加入生姜丝10克，加入葱丝10克，加入花椒1克，用手用力挤捏，挤出里面的葱姜水，浸泡10分钟后过滤一下，即为葱姜花椒水。颜色虽然为绿色，但不影响肉馅的颜色。我们把葱姜花椒水倒入腌好的肉馅里面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让肉馅吸饱水分，吸饱水分的肉馅才更加的鲜嫩。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葱姜花椒水的用量，原则上500克的肉馅刚好吸收100克的葱姜水，这样拌出的肉馅不仅一丝腥味都没有，还特别的香。我们一定要朝一个方向搅拌，把肉馅搅出粘性，搅打上劲，这样包馄饨的时候才不容易散，煮的时候也不会散。搅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，还差最重要的一步，一定要最后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。我们加入15克的玉米淀粉，再次搅拌均匀。饺子的肉馅一般是不需要加淀粉的，但是馄饨的肉馅是一定要加的。这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因为少量的加入玉米淀粉，不仅不会影响肉馅的口感，还能大大的增加肉馅的紧实感和嫩滑感。第二是因为馄饨皮比较薄，肉馅需要玉米淀粉锁住水分，否则很容易出水，导致馄饨皮破裂，从而形成漏馅。拌好的肉馅放一旁备用。第3节，高汤的熬制。取一小块猪皮，用喷枪烧一下猪毛，刮干洗净后切成丝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多一点的水，先不加热，我们放入剁成2半的大棒骨。实际操作中，由于成本的考虑，大棒骨的肉一定会被剔除干净，不会像我这样还有那么多肉。然后加入一个鸡架子来熬高汤，因为家庭制作量太少了，我用1根鸡腿代替鸡骨架，再把猪皮放进去，再加入一点生姜、1点大葱段和1勺料酒。我们开始焯水，水开后撇去浮沫，然后立刻捞出来，用温水清洗干净。
我们换一个砂锅，把洗净的猪皮、鸡腿和大棒骨放进去，加几片去皮的生姜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煮沸。水开后转成最小火焖煮2个小时，既可以得到高汤。煮汤面、煮馄饨都是用这个骨头汤。对外宣传的时候叫高汤馄饨或者骨汤馄饨，也是卖点之一。第4节，馄饨的包法。馄饨的包法有10几种，这里简单介绍3种。第一种，福袋馄饨，馄饨皮放在手的虎口处，加1勺肉馅按下去，把口子收紧，即为福袋馄饨。第二种，元宝馄饨，馄饨皮四周抹上清水，放入1勺肉馅，把馄饨皮对折，然后反过来，在边角沾上清水，把2个角捏在一起，即为元宝馄饨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第3种，莲花馄饨，放入肉馅后，馄饨皮错角对折捏紧，在边角沾上清水，把2个角捏在一起，即为莲花馄饨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实际上，我师弟的店铺只采用后面2种包法，因为国外的顾客更喜欢这种造型，做出来的馄饨看上去非常的大。更重要的是，适合油炸，12个馄饨就是满满1大碗。如果是福袋馄饨的话，要18个馄饨才能填满1碗。他的店铺最初只有元宝馄饨这1种包法，为了和牛肉馄饨区别开，不得已才加了莲花馄饨的做法。有些顾客只吃牛肉馄饨，是万万不能搞错的。第5节，碗底调料的配方。下面开始煮馄饨，起锅烧水，水要多一点。水开后下入馄饨，下锅后用勺子推一下，避免粘连。煮馄饨大家都懂，这里就不再赘述，煮熟就行。趁着煮馄饨的时间，调一个碗底调料，一个大碗中加入点盐，然后加入一点胡椒粉、一点鸡粉和一点味精。实际开店操作的时候，会把这3种混合在一起，直接加1大勺，减少流程。加入1勺生抽，然后加入点虾皮，加入点紫菜，再加入点小葱。实际开店的时候，小葱和香菜、辣椒油和醋是放在调料区，让顾客自己加。最后加入1勺黑葱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加入熬好的高汤，就不用加香油了。如果加的是煮馄饨的水，所谓的清汤馄饨，就需要加一点香油。下一步倒入煮熟的馄饨，1碗美味可口的骨汤馄饨就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馄饨汤鲜味美，肉质弹牙，皮薄馅大，12个就1大碗，卖10美元，您觉得贵吗？最后我师弟告诉我，在海外做生意，特别是顾客以外国人为主的话，最赚钱、最畅销的其实是炸馄饨。炸馄饨非常的简单，也不需要复杂。油温160度，下入冷得过的馄饨。开店用的是电炸炉，可以精准控温，基本上下锅后只用看时间就可以了。自己家里炸呢，就需要时不时的翻动一下，让馄饨受热均匀。一般中小火炸4分钟左右的时间，肉馅就熟了。再炸1分钟，把表皮炸得金黄焦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炸好的馄饨简单的摆下盘，中间放上一点蘸料，就可以卖钱了。这个炸馄饨非常适合外卖，饭冷了也是脆的。大家可以猜猜看，这一份油炸馄饨可以卖多少钱呢？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最后详细的配方表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评论区还有文字版本的。我是大叔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